好，我们今天要上的是同理。好，在上同理之前呢，我要先让大家回温一下。相信每个人呢都是情绪的辨别高手。那请让大家就是猜猜看，下面的图片呢是代表什么情绪？其实下面的图片呢，并没有说就是有真正一定的答案，但是呢，应该都会跟老师的答案就是蛮接近的，至少不会是相反的。那看看你有没有猜对哦。请大家来想想，这个图片呢，你觉得它是什么样的情绪呢？好，老师觉得呢，它是一个得意的表情。我们再看一次，你会觉得不错，得意。好。这个呢，大家觉得是什么情绪啊？好，这个呢，上面飘了一朵云，还下着雨，脸上呢还挂了2滴眼泪。老师觉得这比较像是悲伤。好，那你的答案是什么？你有没有跟老师差不多呢？好，接下来一个是，有一只企鹅，然后就是躺在地板上，好像刚吃完东西。大家觉得这是什么呢？老师觉得这是满足。好，接下来一个，哇，这个背景是蓝蓝的，好像没有，这只企鹅好像没有什么笑容，然后它的眉毛呈现8字的样子。你们觉得这是什么情绪啊？那老师觉得这是沮丧，那可能也会有一些同学觉得这是失落啊。像刚刚老师说的，其实不要差太多，每个人对就是情绪解读都会不一样，可是至少就是是相近的。看到这一只不知道什么东西，但是它吹着凉凉的风，大家觉得这是什么呢？好，老师觉得这是放松或者是很轻松的感觉。好，下一个，看到马来貘跟这2位就是手举高高的，旁边还有很多花跟星星。看到这个图，大家想到什么情绪呢？好，老师觉得呢，这个是快乐，有种欢呼的感觉，就是快乐。好，接下来大家觉得这个妈妈的情绪是什么呢？妈妈是哪一个啊？妈妈是这一位。请问大家觉得妈妈的情绪是什么？呼了一个巴掌。好，那老师觉得妈妈的情绪是愤怒的。接下来猜猜看，这个应该是人吧？不知道什么，就是一个奇怪样子的人。那大家觉得头上还有2个，就是很多圆圈圈，大家觉得这是什么情绪呢？好，老师觉得是烦躁，你看他的脸都皱在一起，然后就是很烦呐、好像就是头上面有很多很多很多很烦的事情。好，等一下呢，我们会讲一个小故事，是小丸子的一天。那换你来试试看，看你有没有猜对小丸子的情绪是什么？好啊，一样的小丸子呢，上了国中，国中常常要的就是小考嘛。可能老师3不5时就来说，好吧，书关起来，我们现在来考试，有没有考英文、数学什么的？当然呢，小丸子也不例外啦。他今天来到学校，老师就说：我们现在来小考数学。哇哇！小丸子昨天刚好忘记念书，他回家太累就睡着，没有念书。这时候他写，他就觉得糟糕，果真
拿到考卷的时候呢，他就呈现这个表情，然后下课就趴在桌子上。小玉就说啊，小丸子啊，小丸子，你怎么了？小丸子就说，我刚刚拿到了考卷，59分啦。请问大家觉得小丸子现在的情绪是什么呢？那为什么你觉得他会是这个情绪呢？好，相信大家都会觉得小丸子的情绪应该是负向的，例如说他可能觉得很郁卒啊，或者是觉得很伤心，或者是觉得很焦虑、难过，都可能是。那从哪里判断？可能就是你看到他背景黑黑的啊，或者是他趴在桌子上，这些没错，这些就是让我们判断情绪的好方法。所以当你知道一个人的心情，他可能现在处于负面的状态时，这时候啊，我们就可以做一些同理的动作。但到底什么是同理呢？其实同理就很简单。当你先问一个问题，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会希望你身边的人，例如同学啊、家人，你会希望他们做什么事？好，相信大家应该都会希望是家人在旁边陪伴吧，或者是陪着你说啊，我在你身边，或者是说，你怎么啦？需不需要我帮你做什么事啊？或者是分摊啊，这样，相信大家都会希望就是有人陪伴，然后你可以跟他好好诉说一下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有什么悲惨的经验。然后这时候人家可以说，哦，对对对，我真的很懂这种感觉。这时候是不是觉得有比较好一点了呢？好，那到底什么是同理？这样听起来好像还是有点模糊诶。所以呢，就来让大家看个影片。So what is empathy, and why is it very different than sympathy? Empathy fuels connection. Sympathy drives disconnection. Empathy, it's very interesting. Teresa Wiseman is a nursing scholar who studied professions, very diverse professions where empathy is relevant, and came up with 4 qualities of empathy. Perspective taking, the ability to take the perspective of another person or recognize their perspective as their truth. Staying out of judgment, not easy when you enjoy it as much as most of us do. Recognizing emotion in other people and then communicating that. Empathy is feeling with people. And to me, I always think of empathy as this kind of sacred space when someone's kind of in a deep hole and they shout out from the bottom and they say, I'm stuck, it's dark, I'm overwhelmed. And then we look and we say, hey, you climb down. I know what it's like down here, and you're not alone. Sympathy is, ooh, it's bad, no, you want a sandwich? Empathy is a choice, and it's a vulnerable choice, because in order to connect with you, I have to connect with something in myself that knows that feeling. Rarely, if ever, does an empathic response begin with at least. Yeah. And we do it all the time. Because you know what? Someone just shared something with us that's incredibly painful, and we're trying to silver lining it. I don't think that's a verb, but I'm using it as one. We're trying to put the silver lining around it. So, I had a miscarriage. Oh, at least you know you can get pregnant. I think my marriage is falling apart. At least you have a marriage. John's getting kicked out of school. At least Sarah is an A student. But one of the things we do sometimes in the face of very difficult
conversations is we try to make things better. If I share something with you that's very difficult, I'd rather you say, I don't even know what to say right now. I'm just so glad you told me. Because the truth is, rarely can a response make something better. What makes something better is connection.好，我们的影片看完了，相信大家对同理有更了解咯。所以啊，简单归类一下，我们该如何做同理？同理就是呢，首先你要先感觉一下对方的情绪，你要跟对方站在同样的情绪，至少就是你如果说你真的没有办法说，他真的是难过，你至少不要说人家是快乐吧，或者是人家是生气，你不要说人家现在很放松，至少你们两个情绪必须是要相近或者是相同，你可以感觉到他现在情绪，例如说刚刚小丸子很伤心很难过的时候，就说小丸子，我知道你现在心情很不好，很伤心很难过。好，这时呢，对方可能会告诉你说，他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啊，让他这么难过，那么伤心或那么生气。这时候你只要再重新整理过他说的话，例如说刚刚小丸子跟你说我考了59分，好，这时候你就会说小丸子，我知道你考了59分，心情很不好，对不对？你是不是很担心被妈妈骂？没关系啦。这时候对方知道，你真的有在听我的话，而且你真的知道我的情绪是什么的时候呢，他就会觉得，我的心情是有人懂的。这时候他就会变得比较开心一点，觉得至少有人懂我。所以我刚刚已经说过啦，那现在换大家来想一想，如果今天你是小玉，你看到小丸子这样，你应该要怎么同理他呢？好，很好，相信大家都有一些想法咯。好，那我们来看看故事到底后面怎么发展。小丸子就默默的就跟小玉说，我考了59分，我昨天晚上太累了，没有念书就睡着了。小玉就说，小丸子啊，我知道你现在心情很不好，很难过，然后因为你考59分，所以觉得很沮丧，对吧？小丸子就说，对啊，因为我考了59分，所以我现在都不想要离开位置，也不想要去找同学玩。小鱼就说，我知道你一定是很担心被妈妈骂吼。小丸子就说，被你发现了。所以呢，小丸子这时候就觉得，好像心情就好多啦，因为竟然就是小玉还是这么的了解他。所以相信呢，大家如果学会同理该怎么用以后，你把它用在生活上，可能呢，你那些情绪就会，就是可能你朋友或者是身边的人，虽然一开始在很不好的情绪，但在有你的陪伴和同理之下，情绪会慢慢的缓和下来，渐渐的平缓，然后就觉得好像比较好一点，没有像刚刚那么生气那么难过了呢。所以呢，再复习一次，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同理呢？首先你要先察觉对方的情绪，知道对方的情绪是好或者是坏，或者是生气。那重复一次他的情绪以后，再重复他可能刚刚有说他为什么会心情不好的事件，重复一次，他可能就会知道，原来你真的是有了解我，有在听我的心情和我的感受。好，
这就是同理哦。相信大家就是用在生活上会越来越用，越用越顺手。那也就是跟朋友的关系也会越来越好哦。